那难道是领克抄袭理想吗？两车都把各自的排气管靠后的部分拍扁了，遇事儿先扛一波伤害啊！除了这个科技平权、智驾平权外就连五连杆也平权了，铁片悬架必定引来众人高潮。差点我们给出的结论就是。兄弟们，欢迎来到本期超你老底。今天来到现场的是两位9字辈选手，腾势 N9和领克900。如今不少带9的 SUV 似乎都是又大又豪华的当家旗舰，比如问界 M9、银河 M9、理想 L9、深蓝 S09、极氪 9X。所以咱们自夸的时候都可以说一句我很9，这样既在时间维度又在大小维度都给予了自己充分的肯定。节目执行期间呢，3电机的顶配领克900还没能交付，所以今天的二位均非各自的顶配。一个是指导价389800的腾势 N9尊荣版，被网友称之为大湾区揽胜；一个是指导价366900的领克900 2.0T Ultra版，被称之为是杭州湾揽胜。现在这些传统豪华品牌虽然平时大家都觉得他们销声匿迹了，但咱们一有新车上市他们就忙起来了。哪怕是库里南和揽胜都没有这样的配置，哪怕是和库里南相比，我们也完全不怕。劳斯莱斯的豪华，保时捷的性能与路虎的强悍。那作为老牌车企比亚迪和吉利的当家之作，咱们今儿就看看他们在底盘上到底有何差异。对于两位9字头的家族旗舰来说这个车身蒙皮含铝量多多少少有些低于大伙的预期了。领克900呢，只有前舱盖使用了铝合金，其余位置为钢材。腾势 N9稍好一些，前舱盖和后尾门使用了铝合金，其余为钢材。这钢铝比例呢，相较我们之前拆过的理想 L9和问界 M9来说还是稍微差点意思。熟悉节目的朋友肯定也了解，咱们每次都说铝合金不管在防腐防锈、退缩吸能，还有轻量化等方面都更优，但是呢，它成本高，维修经济性差。至于钢材呢，就是对钱包比较友好，不仅车企成本较低在车主日常使用中有些磕碰凹坑，后续钣金修复呢也更经济实惠。至于缺点就是主要偏重。保险杠拆下挪走，两车的前后防护结构不仅完整，而且很顶。首先，两车都有一主一副2道防撞梁，而且全都是铝合金上阵，对得起身价。因为领克900的防撞梁两侧其实是明显不受力的钢片支架，所以对比横向宽度所对应的防护覆盖率上，腾势 N9明显更好，领克900差的还挺多。不过，综合往期超你老底节目中所拆解的更多中大型和大型 SUV 来看，领克这水平其实也很不错了。至于腾势和自家兄弟豹8分列榜2和榜1。咱们再仔细看一下主防撞梁结构，腾势 N9勉强能看出是个木字形。我们还发现腾势 N9的主防撞梁两端其实是额外焊接的延长结构。领克900这边横截面隐约能看出是个日字形，中间加强筋略弯。然后再细看它防撞梁后方附加的铝件，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看形态和我们此前拆解过的理想 L 系列在相同位置的附加件非常的心有灵犀。那难道是领克抄袭理想吗？可不敢胡说。其实，在同为吉利大家族的沃尔沃的一些车型上，早就有了类似的部件。通过我们查询，最早能找到在16年的公开照片里，沃尔沃 V90就使用了类似的结构。这种设计在小截面偏置碰撞时会变形和周围的结构形成一个稳定坚固的三角区，有利于降低对于成员舱的伤害。再来看防撞梁后边的吸能盒，两车均为铝合金材质，但体型差异显著领克900偏瘦高，腾势 N9偏矮胖，而且腾势 N9这个吸能盒极宽，我们拆过的大型 SUV 里这项数据基本都做不到100毫米，腾势 N9这个实测最宽230毫米。领克900的吸能盒后部是嵌套进主纵梁里边的，螺栓从侧面打入，没有传统法兰，这种结构呢也算是家族基因了。沃尔沃、极氪等车型上都有过，甚至小米、特斯拉、奔驰也有过，也算是一种新的设计趋势了。转到腾势 N9这边呢，透过超宽吸能盒后边的法兰面能看到除了和纵梁连接，靠外侧位置又分出了一股梁，弯曲向上，和 A 柱位置出来的车身上纵梁汇合，这其实就是在碰撞场景中的多路径传力设计，同样有利于小截面偏置碰撞。在腾势 N9前机舱更高的位置我们还能看到一些比较细的钢梁，包括前车灯位置的弯梁。从单薄程度和连接关系分析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充当车灯和其他一些部件的安装支架，和防撞关系并不大。再看领克900的前机舱，上纵梁向前延伸时几乎没有改变高度，延伸到大灯后方，再通过一根铝合金横梁左右互联，
往下又有白车身结构和纵梁相连，整体结构看起来啊，拥有更为典型的笼式框架特征，也是为了更充分的应对小截面偏置碰撞。目光下移，再看看两车车头底部的副防撞梁啊，它们是在事故中啊，防止行人卷入车底，遇到低矮障碍物时扛第一波伤害的功臣。两车都是横梁加吸灯盒全套铝合金上阵啊，舍得下本不抠搜。看副防撞梁横截面，领克900是口字形，腾势 N9是日字形。复杂的车头结构捋完了，终于能看车尾了。两车的区别还挺明显，防撞梁和吸灯盒材质，领克900是钢加钢的组合，腾势 N9是铝加铝的搭配。后防撞梁横截面，领克900是滚压出的 B 字形，腾势 N9则是把横截面给完全焊死了。后防护覆盖率上，腾势 N9又一次占了上风。另外可以看到，领克900的后吸灯盒是个比较标准的口字形截面，而腾势 N9的铝合金吸灯盒是中间有两条加强筋的木字形，不过下半部分收窄了。后防撞梁和后保险杠之间啊，腾势 N9还加了一层黑色的缓冲泡沫，用于进一步减轻低速轻微碰撞时的损伤。领克900则没有给。综合来看，后部防护结构从我们能看到的地方，还是腾势 N9的下料更足。不过，领克900的官方宣传中啊，也重点强调了后部纵梁结构啊非常坚实，是全球首个后碰撞标准达100公里每小时的 SUV。双车高高举起，正式进入超体环节。作为插混车型呢，两车的底盘平整度都表现得不错。有个细节啊，两车都把各自的排气管靠后的部分拍扁了。最主要的原因应该也是为了让底盘尽可能的平整。护板方面呢，腾势 N9使用了一前一后2块纤维护板，再加1块后电机塑料护板。领克900这边是一前一后2块塑料护板，并缺少了后电机护板。不过它在电池包前部高压接插口的位置啊，可以明显的看到有银色金属护板。另外呢，领克900 4个车轮啊均设有改善空气动力学的气坝，腾势 N9仅2个前轮有，后轮没有。然后咱们拆下护板。腾势 N9啊，本来2块纤维护板就在隔音降噪方面要优于塑料护板了，结果我们还发现它在护板的内侧还贴上了面积不小的隔音棉，可见在静谧性方面确实很用心。至于领克900啊，内侧则是光秃秃一片。后面还有更有意思的，腾势 N9后电机护板的内侧有发泡材质，做到了让护板和电机紧密贴合，避免因震动产生噪音。然后呢，我们来看电机部分，腾势 N9啊是前1后2的3电机布局。领克900呢，除了顶配车型都是前1后1的双电机布局。另外，领克的前电机啊，在不同车型上布置的位置还有所不同。在 1.5T 车型上是布置在了变速箱后方的 P3 电机，可以不经过变速箱啊直接驱动车辆，更适合城市工况。但在 2.0T 车型上呢，则是布置在了变速箱前方的 P2 电机，动力经过3档 DRT 变速箱后再驱动车轮，更适合高速工况。至于后驱总成，腾势 N9的2台后电机啊，采用了同轴方案。即电机转子和输出轴呢在同一条直线上，好处是可以节省纵向空间，给E3方后轮转向电机呢腾地儿。领克900则是更常见的电机转子和输出轴平行的布局。再来看副车架，两车的前后副车架均为全框式结构，但在用料上呢，腾势 N9的前后副车架均为成本更高的铝合金材质，而领克900的前后副车架呀，则是由双层冲压钢板拼焊而成。下面咱们重点来看一看两车的电池包啊。腾势 N9全系标配由福迪提供的磷酸铁锂刀片电池，电池容量46.9度。领克900全系均为3元锂电池，但供应商啊有2家。1.5T 车型由中创新航供货，电池容量是44.85度；2.0T 车型由宁德时代供货，电池容量是52.38度。两车的电池包下护板也是各具特色啊。腾势 N9是一种复合材质，表面是非金属，但用吸铁石还能吸住，说明应该是还有金属夹层。类似的下护板，我们在同样搭载福迪电池的方程豹泰3，还有小鹏 Mona M03上也见到过。领克900使用的是铝合金下护板啊，出手如此豪横的，我们之前也遇到过，比如理想 Mega、领克 Z10、极越07，甚至最近拆解的15万级的日产 N7。但领克900相比他们还多走了一步，就是额外喷涂了一层底盘装甲，不光防刮，还能削弱小石子的敲击声。两车在电池包的前后啊均设有高压接插口。咱们先看前端的接插口的防护，两车均选择在前副车架靠近电池这里外挂一根钢制横梁，作为先遣部队，遇事儿先扛一波伤害啊。领克900啊更进一步，还增设了贴身保镖，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用2块钢板把接插口给合围了起来，既能保护电池包的高压接插口，还能兼顾阻隔排气管的热辐射。
至于腾势 N9 就没有额外的金属护板了，而是选择直接用纤维下护板进行防护。两车电池包后端的高压接插口均布置在靠主驾侧，也同样是靠底盘护板进行保护。区别在于，由于领克900的接插口与排气管距离较近，因此有一片铝箔板用来隔热。而腾势 N9 的排气管布置在了另外一侧，也就没有隔热的需要了。那看完电池包啊，咱们再来看一眼油箱。领克900配备的是60升的树脂油箱，腾势 N9 呢这边是70升的钢制油箱。另外呢，腾势 N9 还额外喷了一层防腐防锈涂层。关于走线，两车也是各有想法啊。领克在白车身中部和电池包中间啊预留了一条隧道，供几乎所有管线通过。之前我们拆过的极客啊也都是如此，可以说是干净又卫生。腾势 N9 呢将大部分管线从电池包没有布置排气管的一侧输送，并用电池包超宽的侧边梁充当护板的角色。少部分管线从排气管一侧通过，但也做到了紧贴门槛梁，同时呢尽量与排气管保持距离。隔热方面，两车也算是做到了武装到牙齿，整个排气管沿线基本做到了零死角覆盖。电池前部和侧边、油箱侧边、电机附近都做了隔热处理啊，甚至将热源附近的管线都包裹上了隔热材料。值得一提的是，腾势 N9 空簧储气罐就在消音包的上方，由一大一小两个气罐组成。那大气罐呢离热源比较近，额外穿了一层钢板防暑降温。领克900的气罐呢则藏到了后备箱盖板下方。下面进入重头戏，行走机构的比拼。先看前悬架，对于自重3吨上下的大块头 SUV 来说啊，双叉臂必须是标配，因为它具备横向刚度大、抗侧倾性能优异、调教空间大等诸多优点。不过这二位啊，并没有像我们之前拆解过的某些重量级车型，比如问界 M9、理想 Mega 对叉臂进行再解耦。不解耦的话，零件数量更少，结构更简单，更抗造，成本也更低。当然了，调教灵活度和调教上限肯定还是不如解耦的。选材方面，哥俩包括转向节和减震器支撑叉在内的所有前悬部件均为铝合金材质，那是相当舍得下本。那前悬架呢，两车都是双叉臂，后悬架呢也都是5连杆结构。现如今啊，除了这个科技平权、智驾平权外啊，就连5连杆也平权了。很多平民车型上也都出现过此类结构啊，比如哪吒 L、领跑 C16、方程豹泰3。材质用料方面，腾势 N9 比较豪啊，整个后悬架看起来啊明晃晃啊，差点我们给出的结论就是整个后悬架所有连杆外加转向节啊均为铝合金了。事实上，网上也有这么说的。带大家看一下腾势 N9 的底盘，5连杆，全铝。不过真理之时一息呢，上后摆臂其实是钢材，其余均为铝合金。相比之下呢，领克900的后悬架就没有那么明晃晃了，它的下斜臂和横拉杆选用了钢材，那其余部件均为铝合金。关于这种黑铁片悬架啊，可以说是养活了一堆博主。简单的一句，来看看，这就是国产新能源现状啊！铁片悬架必定引来众人高潮。你说5连杆形式啊，这样的很多啊，比如大家都夸的还没学会偷工减料的小米速7也这样，他们说不行啊，轿车能跟 SUV 一样吗？你说呢？宝马 X5也这样，他们说不行。那燃油车和电动车能比吗？那一直以来啊，都被大家认为不偷工减料的吉利，且是2.8吨以上的领克900这么用，猜猜他们会怎么说？这里啊，咱们还是补充一段，和大家讨论一下铝合金和钢材的特点。首先呢，铝合金材料质量轻、耐腐蚀、吸能好，而且呢，因其熔点低和流动性好等特点啊，更容易铸造挤压成型，适合复杂结构设计。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啊，转向节啊带弧度的连杆会选择铝合金材料。那缺点呢，就是成本高、维修难度大。而高强度钢材呢，强度高、耐久性好，且加工工艺成熟，易于批量生产。缺点就是密度大，在受力简单的零件上啊，可以通过空心结构实现轻量化。就比如这种等截面的空心连杆，也算是平衡强度、轻量化以及成本的做法了。但如果因为空间避让啊，需要让连杆弯曲度较大的时候，用钢材选用铸造工艺实现复杂结构，重量啊就会比较大了。所以您看，咱们多数探究过的车型上啊，即使在受力简单的连杆上用了钢制空心连杆，但在结构复杂的连杆上还是会选用铝合金材料。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评论区有专业人士啊进行相关讨论啊，毕竟是真理越辩越明嘛。看完悬架结构，接着咱们看弹簧和减震器这哥俩啊，两车都拿出了 B 式双腔空簧加 CDC 可变阻尼减震器的高级配方，并均带主动预瞄系统。咱们先看空簧 ，B 式相较于开式具备上升速度快、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双腔相较于单腔具备刚度调节更灵活、承载能力更强等优点。那至于二者的缺点呢，就是费钱。再看减震器 ，CDC 减震器差不多是当下20万级起步的车的标配了。
相比于 FSD 减震器，它对阻尼的调节会从被动变成主动。当然了，目前还有一些更高级的减震器，比如双阀减震器。那再来看一下安装位啊，腾势 N9 的减震器是通过仰角连接的，比领克900的位置更接近车轮，理论上说工作效率会相对更高。后减震系统的布局上，两车均为黄筒分离的排布，相对于黄筒一体的布置啊，更节省空间。悬架部分的最后呢，再来看一下两车的稳定杆。腾势的前后稳定杆直径啊，均比领克的要粗。前稳定杆粗11毫米，后稳定杆粗5毫米。安装点位方面呢，前稳定杆两车都安装在了减震器支撑叉上，后稳定杆呢，领克选择以弹簧减震器扎堆，一同支在了下横臂上，腾势则依附在了上后摆臂上。此外呢，无论哪款车，无论前还是后，稳定杆、吊杆均为钢制。那整个悬架部分看下来啊，尤其是后悬架，腾势 N9 确实下料更猛更好。但我们也发现啊，在横屏节目中的麋鹿测试环节，4车里恰恰是领克900成绩最高腾势 N9 收尾。而且横屏节目里的腾势 N9啊，还是顶配旗舰版。当然了，车重和 ESP 标定啊，也会影响到麋鹿表现。但从测试车手的反馈来看啊，领克900也是可控性更高。那关于悬架这个用料归用料，调教归调教的含金量啊，确实还在上升。超理的最后再来快速过一下两车的制动系统和轮胎啊。如果单凭硬件规格，那腾势 N9 无疑更优。制动盘方面，领克900前后均为通风盘，而腾势 N9 前后都是打孔通风盘。不过领克900的前盘尺寸更大。制动卡钳上，两车后轮都选择了单活塞浮动钳，但前轮有差异。领克900前轮标配铝制4活塞固定卡钳，腾势 N9 则通过限时免费升级到了铝制6活塞固定卡钳。轮胎方面，两车都是一线国际大厂出品，领克900用的是固特异易锐城非对称6代，腾势 N9 用的是马牌 EC7，规格也是极为相似啊，只不过腾势 N9 的轮圈尺寸要更大上一号。可同样是在横屏节目的制动测试里，无论是空载工况还是5人满载工况，最佳和平均制动成绩都是领克900要碾压腾势 N9，但腾势 N9 确实也更重。最后再来看一下两车的这个轮拱材质，腾势 N9 前后轮拱内外侧啊都是成本较高的纤维衬板，领克900前轮拱内侧用的是纤维，外侧则是塑料。另外呢，两车在前后轮拱外侧啊都贴有隔音棉，进一步提升降噪表现。领克900后轮毂隔音棉的覆盖面积啊要更大一些。抄底至此，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无论是结构还是用料，两辆旗舰 SUV 基本上可以说是非常之顶了啊。但仔细对比的话，腾势 N9 在诸多方面啊确实用料更猛。但从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麋鹿测试和制动测试的成绩来看啊，领克却明显表现更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抛砖引玉，大家了解完这两辆车底盘硬件之后啊，欢迎继续收看一车横评，全方位了解它俩跟问界 M8 和理想 L9 4车之间的更多测试对比。那咱们有机会下次再见，下期再见。